这个世界是可以作弊的，而且可以光明正大的作弊。这条视频呢可能会非常的长，我没有打任何的草稿，我就打算咱们聊到哪儿就算哪儿。但是呢，我也可能随时把这条视频给删除掉，后面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了。我打算咱就聊一下我的人生当中从第一个100万到现在的8位数的一个经历，各位朋友也挺好奇的，为什么你年纪轻轻能够做到现在呢？如果说你现在的生意不好做，或者说赚钱很难，再或者说你不知道去做什么，没有方向的，也许我下面讲的可能会对你有那么一点帮助，我感觉就值了啊。所以说请允许我浪费你几分钟的时间，听听我的这8位数的财富到底是怎么赚到的。先说一次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吧。2019年的时候，我干了一件特别不要脸的一件事。当时短视频带货是刚火，还算可以的。但是呢，我一个小毛孩进入到这个社会上，啥也没有，我没有货源，没有达人，没有资源，没有公司，没有团队，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就发现了一个空子，这空子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前端有大量的想要带货的这种达人的小白，他不会拍短视频，他也不会拍片，他也不会弄素材，对接不到工厂。后端有大量想要清货的这些工厂啊，他也不会去做这些内容，他什么也不会，也对接不到达人。那两边都有这个需求，中间他没有人。那我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很简单，我记得当时我注册了一个公司，然后我说我是做 MCN 公司的，我去跟达人去聊，我说素材我出，教学我出，拍摄我教，剪辑技术我包，投流方案我来给你，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只管出镜。完事之后，我转头就跟工厂去聊，我说货给我，我给你卖，你给我返点儿就可以了。我没有投任何1毛钱，1分钱都没投，我没有仓库，我没有摄影棚，我没有剪辑师，我没有所谓的团队，我什么都没有，我连个场地甚至都没有，办公场所就是我家里那个自己的小卧室，20平不到啊。达人出镜的素材是我拿手机一下一下拍，一下一下搞的，剪辑是我自己熬夜剪的，每天没有低于凌晨的4点钟睡觉的啊。投流是我边试错边去学，边学边试错总结出来的。那你说这个空手套白狼，它不就是人生当中的作弊吗？1毛钱都没花呀。那达人都会以为我是一个很专业的机构，那工厂呢都认为我手里有非常大主播的这些资源。其实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一个中间商，两头只赚了个信息差，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都是凭空幻想的。那是我第一次发现一件事，这个世界上出了门之后，社会上没人认识你，身份是自己给的，原来生意还可以这样干。但是虽然说我现在讲出来你们感觉平平无奇，但是对于当时我进入社会而言，这件事对我的人生，整个的人生真的有极其大的影响，也有非常大的意义。可以说就这件小事可能改变了我的一生啊，改变了我的一辈子的思维怎么去做。但是当然我也没有骗谁哈，达人确实也拿到了订单，也能够卖得出去货啊，工厂呢确实也把货给清了出去了，我认为这就可以的。我只是中间商，站在中间，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那个空，我发现了那个空，然后我就钻了进去看一看里边是啥，然后就做成这样。这不就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作弊吗？我认为这就是人生的作弊。你不用把一件事做得多完美之后你才能开始，你只需要看得懂这两端的事儿，你做的这个中间它就可以了。我再给大家讲一讲我第二件事吧啊，我人生当中第二个作弊就是紧接着2020年短视频带货干完之后，我就转型了做直播公司，就跟之前的套路是一模一样的，从来没变化，就前端找主播，后端找供货，中间我来搭。这一次也是空手套白狼，但是有一点不一样，跟之前不是太一样，因为要升华了一点，就是我开始会做总结了。就是我做完总结之后，主播出现了什么问题，场地出现了什么问题，团队出现了什么问题，投流出现了什么问题，卡在了哪一步，什么话术转化率比较高，什么套路能够玩得下去，每件事我都是自己在半夜里复盘到2点钟，我自己总结下来，所有的复盘我都记录在一个本子上，我记下来就发给另一个主播，让另一个主播去用。我当时记得有一件事特别清楚哈，别人都不理解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我公司有一个主播呢，他数据一直上不上去，
然后我就把我自己总结的复盘的东西完整的一套我就丢给了他，我说你照着这个去读一读，不用改，你是效果怎么样？就改了3天，数据直接翻了1倍左右，就很显然这个东西是有用的。后来我总结的东西呢，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1个主播能用，10个主播能用，100个主播也能用。OK， 到这儿同样的问题就不需要我去反复教了。这就是我人生当中遇到的第一个杠杆啊。当然，在当时我干的过程中，我身边有很多这种同行的公司，正儿八经做直播公司的还在砸装修、砸钱、砸设备、培养主播，一直去做这些硬性化的条件。当时我也年轻，说实话我也是有点狂的哈，如果不是狂的话，也不会当年年底就负债200万，这个咱先另说啊。我先讲这件事。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之后，当时那个状态足够甩我的同行半条街，完全没问题。就从那以后哈，我的公司呢就有很多人来我公司邀请我去做分享，怎么去做，我的酬劳呢也是水涨船高，慢慢的也变成了一个所谓的讲师，也不是吧，反正有人请我就去啊，有人聊我就来，付费就可以，当然就这样啊。你说我是不是最懂直播的呢？肯定不是，我只是跟他们的差别在于哪里？就是他们准备了2个月、3个月去砸公司的设备、场地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只是花了2个月的时间去打磨这个模型，他们去重资产的去硬刚，用设备去硬刚这些东西，我轻资产就在背后搞偷袭，虽然上不了台面，但是可以挣到钱。那很多人说你可能有所怀疑啊，你是不是没有实力才会耍这样的花招啊？各位，不是这样的，不是没有实力。当你集中精力去死磕一件事的时候，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和别人不一样，包括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我现在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我会选择一个方向，这一个方向我选完了之后，我认为是对的，那我就用1年的时间去死磕。那么而且就这次2020年做完这个直播之后啊，我就很快的就学会了运用杠杆的这件事儿。我知道了这件杠杆这个事儿，就是圈里的人都知道我了，那么给我带来的这个收益其实是更大的，比单纯的去带货收益更大。这就包括，所以我现在去做马来西亚的海外仓，包括我现在做跨境电商，之前的视频我也给大家发过去拍我的海外仓的风险优势，我也给大家讲过，你们可以网上翻翻视频，我讲的都有。所以说那套逻辑就是从这儿出来的，只不过现在比之前更不一样了，就是先做，做错了就记完了之后就改，改完了之后就用好了之后就复制，就这么简单的逻辑。那很多人觉得哈，你是不是得有先天的这种资源性的优势、人脉的优势，得先有这个所谓的团队和合伙人才能做成一件事？不是的，我2019年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就我一个人，我啥也没有，就是先干，干着干着资源就来了，人脉就来了，团队就来了，什么都有了啊！这就是我19年和20年开始干的事。其实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攒下了我人生当中不止第一个100万，但是由于太年少轻狂，20年的话就是又亏进去了，也是被人坑的。所以说在这里插一句哈，就大家不要去乱交朋友，不要轻信身边人的投资，都是一个坑哈啊。那么我再讲第3件事哈，第3件作弊的事儿。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后面我可以单独出一期视频，跟你聊一聊我是怎么被坑的哈。我们先讲这个作弊的事儿。啊，第3件是什么呢？我从来不去做公平的决斗，我从来不跟刚手这个刚的或者说这个高手去硬碰硬，我从来不去这件事，我只做一件事，专挑软柿子捏，就这么简单，专挑软柿子捏。你包括我做跨境电商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卷欧美市场，亚马逊、TikTok、国际站、欧美站等等这些所有的市场，堪称是打的是头破血流。就这种情况，我就坐那儿一看。那我一想，我进去之后肯定也是头破血流啊，头破血流都不见能得出来。那再回来一看呢，这个东南亚的市场也卷得冒烟啊，卷到天边上去了。那这对吧？这谁扛得住啊？但是这都是谁在卷？我就考虑这个问题，那肯定都是商家去卷，都卖货的在卷。那只要我进去，那肯定也卷，那我不成了傻子吗？那我肯定不能进这个市场，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吧，然后我就直接做服务商吧。啊，服务商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可以混口饭吃啊。做了个海外仓的物流啊，包括之前的视频我给大家拍过。那你说这一行不卷吗？这一行也卷，也卷的没有边儿。但是相对于头破血流来说，起码卷进去能出来，能带着收益出来，它死不了人。那前端呢，谁做得好，我绝对不去碰你这个市场，我也不跟你去硬刚，我就去找市面上谁做的不好，谁做的不专业，谁的服务又贵又差又脏，我就去专门盯着他去揍他。
我就去找他，我就打他，我专挑软柿子去捏。那你们可能觉得我这是怂，对吧？有多少人觉得我怂的啊？但是我可以明确跟你讲，这不是怂，这叫策略。那普通人的策略，创业是在做生意，它不是奥运会。那奥运会你跟全世界最厉害的人去比，对吧？那做生意他不用啊，他不需要你跟他最厉害的人去比，你只找到一个软柿子把捏死，把他的地位替代了，你就可以赚钱。你只需要找一个就是没人的好做的一个角落，你钻进去，你精进一下，你能把它干好，就有属于你自己的财富。你像我2019年做 MCN 去挑这个人的时候，挑达人的时候，我挑的是什么？我挑的都是尾部的达人，没有人服务的看不上的尾部的达人，那么他们就是廉价的，就可以为我所用，给点小恩小惠就可以把时间全都卖给你，对吧？而且还非常的信你，还非常的捧你。那我2020年的时候去做这个直播的时候，我挑的是什么？挑的是没人管理的系统化的这种的主播，也就是说散养的主播，没人愿要的，比较挑刺儿的。那我现在做马来西亚呢？这个海外仓我挑的是什么？我挑的是没人做的这种的卷的没边的这种曲友，把它捏死就可以了，全是一样的逻辑。包括我现在做生意也是一样的，而且我这个人从来不搞公平决斗，我看准了我直接干，我直接打，我只要搞偷袭，谁跟你正面对刚啊？那都是傻子行为。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早在这站下脚跟了，你早就被我踹一边去了。这就是我作弊的行为。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它不会奖励你最努力的那一次，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只会奖励你做的最好的那一次。所以说我现在的习惯是什么就是反复去做，反复去试，反复去调，直到做好的那一次把它展现出来。解释一下我刚才讲的这是什么意思，可能大家都没听明白就很多人包括屏幕前的你，就是被一次性的成功与失败给吓住了。高考没考好，完了，这辈子完了；创业失败了，完了，这辈子翻不了身了；被拒绝了，完了，这单成不了，老板又要骂我了。但是真实的世界它其实不是这样的，真实的世界你可以反复出手，打一次不行再打第二次。那我做短视频带货的时候，我前3个月视频全都是废的，没人看，没转化，投流亏钱，干啥不行。但是我停了吗？我没有停。我拍1条不行，我拍10条，我拍10条不行30条，30条不行50条，50条不行100条，我反复试，反复优化，反复去拍，直到有一条视频爆炸了数据。那一条爆了之后，我把它放到我的账号上，我把其他的全部删掉，前面的所有的废了，这种无用功都值了，因为我把最好的一次展现给他了，那证明我就是成功的。谁知道我做错了多少次呢？对吧？那这个世界上是以你做的最成功的那一次来评价你当下这个人的，没人记得你之前拍了多少废片，只记得你爆炸了那一条你成功的这个人。做直播也是一样一个主播不行我就换，一套话术不行我就改，一个投流不行我就调，一个方案不行我就立马改。我不怕失败，我怕的是自己不行动，天天躺床上，我就怕自己没有下一次出手的机会，我是怕这儿。那这一点对于就是我认为对于我人生的这个价值观是帮助的非常大非常大的。如果没有这点价值观，我也不可能财富到达8位数。以前我很困扰就是我看着同龄人，哎呀，为什么他干就成功，我干就不行呢？我就很气馁。后来我就想通了一件事，世界是以你攀登的最高峰来定义你的。别人20岁成功，你40岁还没成功不要紧，那么你40岁开窍了之后，你可以继续做，你60岁你70岁照样能够成就你现在的自己，因为定义你的永远是你最高的那座山峰。所以说最后一件事你看我现在做马来西亚的海外仓，做物流系统和这个跨境电商，很多人就问我你为什么什么都能做呢？其实我只有一个想回答的事，就是我回答你们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什么都能做？我挑的对手都是废物，就这么简单。我不会跟任何人去公平决斗，不会跟任何人去公平竞争，我挑的对手都是废物。如果一件事是零和博弈，那么我就会先看这件事我有没有胜率，没有我就不打，我就走了。谁弱我就干谁，我取代他的位置，就这么简单。如果说非是零和博弈，比如说你去写个东西，拍个视频，做个内容，那其实就更简单了。那这个东西它是没有上限的，对吧？你只需要做好了就有一定的收益，那么我就反复去做，持续去做，一直去做，写不好我就再写，拍不好我就再拍。所以说
就是你发现没有一件事哈，就我的人生其实一直都在作弊，我准备用作弊，用策略作弊，用反复出手去作弊。不是说我的能力有多强，就是我从来不跟别人在那一套同样的规则里边我去跟他玩，去跟他竞争。如果说你看我的内容，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些话我说过，有些短视频我发过，有一段时间我还会再说，我回去再发，我反反复复的发，我反反复复的说不好没关系，我本身就是在迭代这个内容啊。但是当哪一天我真正有一个好的作品拿出来的时候，那我就证明我已经把之前所有的草稿全部抹掉的时候，证明我成功了。所以说作弊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是别人看你的永远是你最好的那一套版本，而所有的草稿你早就删掉了。就比如说当你看到我这条短视频的时候，可能只有10个赞、20个赞、100个赞、1000个赞，我这条视频可能数据不太好，那么我就会持续打磨我这条视频，然后去更新迭代，直到把这条视频跑出1万点赞、2万点赞，甚至5000点赞，作为一个爆款我就为止了，然后我就把之前的全部删掉。那你看到的就是我最成功的，看到的就是最成功的我。所以说记住，别相信什么公平决斗，那都是骗老实人的。真正能赢的这种赢家都是在挑选对手，你看看你身边的人就知道了。找捷径，反复的去试错，你只需要这辈子赢一次，就能够抹平你之前99次全部输掉的那些内容。这个世界只会记住你的最高峰，这才是最大的作弊。希望我自己的人生的经验哈，这3次的经历我可以带给你来帮助，好吧，陌生人，加油！